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前几日有网友询问番茄卷叶怎么办，好多年没有发生的现象，我今年却也碰到了，虽然不是全部的番茄。番茄卷叶的原因真是太多了，我想农业专家也未必能够准确的判断，而我们家庭种植也只能从几个大的方面来查找原因。番茄卷叶一般分为单纯的生理性卷叶和病理性卷叶。生理性卷叶，我的经验是，番茄所有的叶片都会卷曲，上卷或者是下卷，叶片上除了单纯发黄以外，并没有明显的黑斑、发霉或者是虫害的特征。而病理上的卷叶，叶片通常就会有这些特征，而且它会从部分叶片首先开始，而不是一下子全部的叶子都发生卷曲的现象。你一定也很疑惑，自己每年养护番茄的步骤和方法都是一样的，为何今年卷叶了呢？更奇怪的是，有的品种并没有出现卷叶的现象。除了天气炎热干燥和施肥过量的原因，第一个可能就是这片发生卷叶的土地中缺少了某种营养，通常是缺镁和一些微量元素。所以我们要及时为它们补充营养，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，你都要尝试一下，尤其是叶片同时出现变黄的现象。你看这株番茄通过补充泻盐，叶子卷曲的现象正在逐渐的好转。第二个最有可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浇水过多。番茄的根系由于长期处于保水状态，吸收水分和营养的能力就会变差，叶片为了自我保护，减少蒸发量，而发生了卷曲的现象。其实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，也就是特殊气候的影响，这也是我多年种植后的体会。因为我发现，在不同的年份、不同品种的植物，在同一个地域里会同时出现同一种的病症或者是虫害，而这种现象完全不是人为可以控制。这也就是为何我们经常会听到大家这样讨论：今年这个长得真好，或者是今年这个长得不好。有趣的是，每年大家都是一样的操作。这就是为何以前我和大家分享过，一些茄果类的蔬菜最好要分批育苗，留出一些备份，一旦幼苗出现问题又无法解决的时候，就可以及时的更换新苗。包括那些出现病理性的番茄病，一旦我们用自制的绿色药剂来治理，发现无效的时候，就要及时的销毁所有的病株，避免它们相互传染，然后更换新苗。你看，经过严格的控水以及补充泻盐以后，这颗最严重的卷叶番茄也在逐渐的好转。或许也是因为天气变化正在逐渐的稳定，番茄的根部也在逐渐恢复健康。